蔡英文当局想用90亿美元的军火来救命，估计根本就没时间花。与其做无用功，还不如多练习一下如何逃跑来得更实在一些。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冯先少。据外媒报道说，台湾当局既然制定了一个5年计划，这个5年计划是个什么计划呢？是90亿美元的军火采购计划。这个计划制定出来以后，它有机会花吗？据英国路透社报道，台湾的蔡英文当局已经将军队现代化和增加国防开支列为它目前的优先事项。上周，台湾地区当局提议在未来5年内额外投入2400亿新台币，大约折合美元是86.9亿美元，用于它的国防开支，主要是包括开发和购买巡航导弹和军舰。因为台军警告说，面对解放军的严重威胁，他们迫切需要升级现有的武器装备系统。那么这项新的拨款是在计划于1月份开始的4717亿新台币的年度军费开支的基础上增加的。1月份开始执行4700多亿新台币的开支，现在呢，它又要加上一大笔开支，干什么用呢？主要是用于购买军火。购买谁的军火？主要是美国的。当然，台湾地区自己研制的军火呢，也包含在内，但是是小头。这个新的军费开支计划当然需要得到台湾地区当局的立法会的批准，但民进党的议员在立法会里呢占多数，因此意味着他通过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最近台湾地区的军队一直在台湾南部和东部的沿海测试新式的远程导弹，虽然没有透露细节，但有专家表示它有可能攻击中国大陆纵深的目标。那么这次他们提出的额外增加的军费预算可能与这个试验有关，但是更多的经费恐怕会投向美国，因此会受到华盛顿的欢迎。美国一直在推动所谓台湾军队的现代化，使其呢更加激动，从而让它变成中国大陆解放军难以攻击的豪猪。这样的一只豪猪浑身长满了硬刺，使猎人难以直接下手，但是它本身的攻击能力比较弱，因此美国的这个目的能否达到，现在还不好说。但是台湾地区当局恐怕会按照美国给他布好的棋盘，再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他的武器装备系统在近期内也有了一定的提升，比如说他在这升级 F-16V 这款配装了有源相阵雷达和新型武器系统的战斗机。另外，台湾地区最近已经投入使用了一种新型的高度灵活的隐形导弹艇。那么这种导弹艇跑得比较快，雷达反射间隙比较小，另外呢又配有反舰导弹，因此被台湾的某些媒体称之为航空母舰杀手。除此之外呢，台湾地区呢还在积极的研制开发自己的潜艇，那么企图呢用这些所谓的新型武器装备来阻止两岸之间的统一，当然想用以武拒统的方式来抗拒两岸和平统一。那么它的目的能达到吗？想一想都可以得出结论的。但是民进党目前想的更多的还不是以武拒统，恐怕还是要继续在台湾执政，拿到执政权。尽管他已经搞了2届了，还想继续往下搞第3届、第4届，因此他制定这么一个时间跨度长达5年的总金额达到90亿美元的军火采购计划。从这个计划的提出可以看出来，民进党企图长期执政。再一个呢，也体现出了台湾地区当局被美国政府、美军的最近的表现不满意，特别是在阿富汗地区撤军的这个行动，可以明显看出来，为了满足美国自己的利益要求，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抛弃盟友。此举呢，可以说让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非常寒心。既然美军靠不住了，那么只能自己想办法了。增加军火开支，增大军火采购，是他们想出的方案之一。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想长期的在台湾地区掌握政权，又想呢在军事冲突中能够自保，
因此他需要增大军费开支。而至于台湾地区的民生，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年绿营的台独分子已经在很多的宣传领域做足了功课，控制了舆论，已经逐步的形成它的执政优势。就算台湾地区面临着缺水、缺电、缺疫苗等严重问题，都能被民进党所轻松化解。台湾地区当局和民党现在一手玩切香肠式的台独游戏，另一手呢就是以武拒统。切香肠式的台独正在让大陆失去信心，而台湾地区当局企图依赖购买新型武器装备来阻止统一，实际上呢也是不自量力。不管是他们自研武器，还是引进先进的装备，最终都只会变成炮灰。中国大陆对台湾问题的判断是，时与势在中国大陆这边，这意味着解决问题的主动权在我们的手里。蔡英文当局想用90亿美元的军火来救命，估计根本就没时间花。与其做无用功，还不如多练习一下如何逃跑来得更实在一些。因为一旦大陆解放军发动武统，你跑路的时间可能都没有了，还不如多练习一下如何逃跑来的实在些。好，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